其余杜白，当徒子。哼，叶飞婉，如今你倒双贞洁烈女了。双贞洁烈女，你这是何意？叶飞婉，你又在耍什么花样？风清见他举止这般诡异，只当他心底还在想着耍些奸计诡计。如你所愿，圣上亲自赐婚，你还不满意？圣上亲自赐婚。风清望着女人浑圆肩头，双眸一深。昨夜虽被下药，他却未曾忘记那香艳场景。圣上赐婚，可圣上赐婚时分明是3年前。怎的又要装无辜？昨夜给本王下药时，你可是热烈的紧。哪一次？他对风清下过2次药。看来叶姑娘对下药这种事做得得心应手啊，难怪圣上昨日方才赐婚，你便能给我下药。你放心，昨夜我只当你我2人露水情缘罢了，我不会嫁与你。上天既然要他重来，如今他再不愿招惹他。无数轮回伴随千秋，婉婉，随着笔墨书写间，红尘落幕，诞生多少英雄。南大哥，方才去叶家，瞧见你那2个贴身丫鬟在门口等着，这才知道你出门。索性闲来无事，便顺路前来寻你。可是生病，还好没风声，回去好生休息才是。多谢南大哥。一人身影缓缓出现在其后，一手持着一把伞，另一手拿着一把伞，而后转身。师生南漠来接叶姑娘。便是那个叶飞婉曾主动靠近，又让我拈酸吃醋的书生。是，果然还是改不了这些心机什么。婉婉，我突然想起还有些诗书未曾读过，便不进去了。改日我定亲自登门拜访。希儿这几日也吵着要见婉婉，不知婉婉过几日可有时间？自然。如此甚好。小姐，您可算回来了，让杜鹃担忧死了。小姐，您快暖暖身子，免得生病。芍药，搀着我些，我难受。迟钝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上前搀着叶飞婉的手，身后杜鹃脸色瞬间青黑下来。爹，婉儿，一大早你去哪儿啊你？前世封钦监国后，第一件事便是将叶家老小贬谪江南。爹去世，他也只看了最后一面。这是怎么了？是不是那个小王爷又欺负你了？和爹爹说，爹给你做主。没有，爹，女儿只是想您了。爹，小妹这不是回来了，白着急一场。你还说，哪有自家小妹不见了不着急的？我冤枉，我心里甚是着急呢。嘿，若是我不见，怕是到晚上都没半个人影去寻呢。你小妹如今心情低落，你竟还有开玩笑的心思？哎，无非便是因着风清那档子事儿。改日我给他府上送点奇珍异宝，便说是小妹的心思。不要！眼睛红红的望着他。大哥，不要给他送东西，更不要以我的名义。不是，小妹，你莫不是病了？以往这小妹巴不得整日跟在他身后打听风清的事呢。我是认真的，爹，我不喜欢那风清。话不能乱说呀！你不是爱惨了那风清，为着他你可是绝了整3日食啊！可是爹，我如今想通了嘛。真的？你若是早2日提及，爹也就不说什么。可如今天子亲赐婚约，不过你若是当真想通了，爹，我只是开玩笑罢了。啊？真的只是开玩笑，我不过说的气话。你想，我那般爱他，
好容易能与他结亲，哪能轻易放弃？你和风清到底发生何事？我与他能发生什么事啊？以往提到他，你不是含羞带怯，便是咬牙切齿，而今怎的平添怨恨？什么怨恨啊？大哥，你只会胡说。既是胡说，你激动作甚？我不恨他。如此甚好，倒是你大哥我多事了。大哥，你还是收收心思，多看看身边人吧，免得吃苦。哼，小丫头，倒是教训起你大哥了。哎呀，玄素丫头，今儿个陪爷去凌云阁坐坐。哥，快推我，我要倒的比婉婉姐高。都这般大了，怎的还如此孩子气？不愧是首富家中，此番美景，我也只在宫中见过。啊，我说昨日我前去邀约南兄，南兄道今日有事，感情是来陪叶妹妹啊。正兄折煞南某了，舍弟一直念着婉婉，我早已应下，岂能言而无信？唉，莫说你这小弟念着叶妹妹了，我方才瞧着叶妹妹那番模样，心里头也跳了几分。哎呀，可惜啊，叶妹妹怎的就便宜了旁人？郑公子说笑了，这心若是不跳，人不就死了吗？哎，既然希儿已见了小妹，那南兄说什么也要和我们一同外出小聚一番，不得推辞了。王爷有事？我还当叶姑娘素来跋扈惯了，不在意旁人知晓你做过什么事呢。做过何事？给王爷您下了药，将您玩弄于股掌之中。叶飞丸，王爷还请宽心，我只当内夜之事从未发生过。当然，王爷若是惦记内夜，本王只记得那夜你有多无耻。既是这般，王爷便亲自去求圣上，将这亲事退了如何？您放心，只要你退，我定然应。叶姑娘，欲擒故纵的手段使得多了，便招人厌烦。女子还是安分些好。大货的叶家丫头，细细打扮起来，竟也不错。听闻柳姑娘为着咱们此番宴会，可备了一场霓裳羽衣舞，今儿来的可有眼福了。尤其那各家公子们，臣女献丑了。好，好，好，郡主谬赞了。如烟也只是抛砖引玉罢了。谁人不知这朱家千金均是一手的功夫，深藏不露呢？听闻叶飞婉叶姑娘平日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以往叶姑娘鲜少出席，今日终于得见一面，不知叶姑娘肯不肯赏光？我倒不知叶姑娘还有这般才艺，快快展示一番。我前几日倒是学了几日古筝，未曾想柳姑娘这般快就听说了。既然郡主想看，那飞婉也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只是大家要小心着耳朵，若有不适就眨眨眼，免得我刺激到大家。多谢郡主抬爱。你想要什么赏赐，尽管开口。飞婉无需什么赏赐，这一曲本就是应郡主而弹。若是要了赏赐，像飞婉贪图什么似的？飞婉有心了，今日大家又有眼福又有耳福了，来此处便无需拘于礼节，便让你们年轻人在此处吧。再来我府上给我弹弹古筝，解解闷儿。是。王爷，这以往怎的没听说过你那御赐的娘子这般有才艺啊？是啊，王爷，你将这妙手可藏得严实呢。哼，有什么可说的？不过一普通女子罢了。南兄，你同叶姑娘素来交好，相识已有6、7年，可知她有这份功夫？
婉婉素来聪慧，可心底终是诧异的。非婉聪慧不假，有人塞了个字条。素来荷花池假山旁，婉正犹豫不决之际，听见假山那边似有惊呼声。罢了，便远远瞧上一眼，若是有事便现身，无事便折返回来。发生何事？老公子，快救救我家小姐！快救救我家小姐！婉婉，不要怕。老公子，小姐怎么了？不知压了多久，叶飞婉轻咳一声，咳出几口浑水。去哪儿？王爷，怎么？你想让别人都看见你抱着本王的未婚妻？怎么回事？大夫正在探诊。怎么样了？神医无碍，只是受了凉，多补补身子就好。那就好，那就好。姑母，既然无事，我在这里照看就好。我尚有旁事要问大夫，还请留步。大胆庸医，你方才究竟隐瞒了什么？王爷饶命啊！下官也是受人之托。本王只在问你，究竟隐瞒了什么？他望向叶飞婉苍白的小脸，心情更加烦躁。下官隐瞒了叶姑娘身子虚，乃是因前几日服了药物，导致月事提前。那刚刚自己所想的什么小产？何药物？他随意地问着，不由远离了几分床榻。据下官所知，加之叶姑娘的脉象，叶姑娘服的应是避子药。避子药？叶姑娘倒是对名声这般不在意啊。索性悬崖勒马，免得有余祸。叶飞婉，王爷，小姐身子不好。滚！芍药，你且先出去，我有事同王爷说。小姐，好，芍药，我知你素来不喜我，用尽心机，耍尽手段，求来圣上婚书一封，你心中定是唾弃我至极吧？风金眉心皱得更紧，他发觉自己竟是越发看不懂这个女子。我从未想过竟会到这一步。叶姑娘说自己未想过到这一步，将一起私事闹得满城皆知，一哭二闹三上吊，逼着叶长林求来指婚。你难道不知，从赐婚诏书下发之时，我们走到这步便已注定。那你为何不退亲？你说什么？你厌我，恼我，不喜这赐婚，你亦不愿娶我，不是吗？叶姑娘，欲擒故纵这招你用了太多遍了。我若真是欲擒故纵，会饮下避子药吗？当费尽心思也要怀上你的孩子，然后堂堂正正成为晋元王妃，不是吗？谁知叶姑娘如今又在耍什么手段？我若真耍手段，也只想要退亲。怎么，我一提退亲，王爷便这般顾左右而言他？难道王爷忽然转了性子，发觉我意不错，对我上心了？哼，对你上心，你配？我既不配，那王爷便当废了此门亲事，娶你想娶之人，不是吗？废了此门亲事。风清似听见笑话般，缓缓朝着病榻走了几步。如今知道怕了，叶姑娘。当初追在我身后满城跑的人是谁？扬言谁家姑娘敢打我主意，定不轻饶的人是谁？用10万两黄金替屈家打通入宫门路之人又谁？他想，他终于知晓风清为何这般厌他。原来他一直以为是他出了10万两黄金，替那小小刺史之女打通了入宫门路。你为何不拦？这婚是你求着赐的，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这苦，你当然也要咽下去。王爷既然想娶，我又有何不敢嫁？小姐，王爷，进来。小姐，
安平郡主已经找到推你入水的丫鬟了，正在前厅审讯呢。说您身子若是好些，便可前去指认一番。是那丫鬟是何人？是那柳家小姐的贴身丫鬟。什么？既然已查明真凶，芍药，走，带我们前去指认一番。郡主，当真非如烟指使绿儿推叶姑娘下水，彼时如烟正在凉亭中与众人吟诗答对。飞婉，你来了。郡主，你身子不好，免礼了。飞婉身子不适，你这当未婚夫的也不好生扶着。姑母，此事还需好生审讯一番才是。郡主无需再审讯了，我现下就可指认，推我之人就是这个绿儿。飞婉，你可是看清楚了？最初还未敢确认，毕竟我跌倒之际只看见一袭绿影，可瞧着满座丫鬟，唯有这绿儿姑娘一袭绿衣，岂会错认？柳小姐，如今人证确凿，你还有何话要说？郡主明察，如烟冤枉。柳小姐，你说不是你，可有人瞧见？彼时我在凉亭与众人吟诗作对，靖元王还曾见到我，对我颔首示意呢。郡主，我说推我之人是绿儿，可没说绿儿是受柳姑娘指使啊。这绿儿虽是柳姑娘的丫鬟，可是她头上的簪子未免太过招摇，我瞧着倒像是翠玉轩的上品。前几日晋元王和我同去翠玉轩时，倒是瞧见太守之女江雅云小姐买了这个簪子。叶飞婉，你血口喷人，你分明……我是否血口喷人？晋元王说说。叶王爷，多谢叶姑娘。柳姑娘谢王爷就好，毕竟我也只是卖个人情，让人英雄救美罢了。芍药，我们走。叶姑娘也当真言行不一啊。王爷，我的东西我随时可以拱手相让，但绝不许旁人抢，包括你。风清，芍药，我们走。叶飞婉何曾这般诱人了，倒是有点意思。多谢王爷解围。这大家闺秀的仪态，有人曾端得登峰造极，任旁人如何模仿，都仿不来半分精髓，即便眉眼这般相似。柳小姐要谢的自有旁人。姐，都怪那江雅云，她竟这般歹毒。小姐的身子一直很好，若不是昨日被她陷害，怎会生病？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什么？不是。小姐好生奇怪。不过那王爷也是，做事要护着旁人，对小姐这般差。这话你同我说便是了，在外定不要多言。是。他护着旁人，才不奇怪呢。小姐，宫里头来人了。叶姑娘，贵妃娘娘口谕，要您入宫一句呢。叶姑娘先在外头候着，我进去知会贵妃娘娘一声。叶飞婉一人在店门口等了约莫有1炷香时间，站得她额头上都蒙了一层薄汗，小腿都有些酸了。贵妃娘娘有请。一个美得恰到好处的女子，若细看那眉眼口鼻，柳如烟确实像极了她，只是曲颜更加精致罢了。大胆，还不快叩见贵妃娘娘！民女见过贵妃娘娘，贵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抬起头来，让本宫瞧瞧。昨儿个听说叶姑娘在郡主府上一展风采，本宫便心生了几分好奇。想来你和风清这桩婚事，我在皇上耳边也吹了不少耳旁风，自然要对叶姑娘多上些心。曲颜自己也认为是叶家出钱替她打通了关系，可是诧异，当年我入宫，叶家出钱出力不少，叶姑娘有事，我自然也要尽心尽力了。瞧我这记性，光顾着说些有的没的，怎的还让叶姑娘跪着？来呀，赐座。对了，听说昨儿个叶姑娘在郡主府一眼便识破那绿儿丫鬟头上的簪子是上等货，快去将前不久皇上御赐的玉镯拿来，让叶姑娘帮我品鉴品鉴。民女不敢。曲颜
竟连昨日郡主府发生的一点小事都知道的这般清楚，有何不敢的？叶飞婉还未明白过来，便见那宫女手一松，玉镯啪的一声掉落在地。大胆！娘娘饶命！是叶姑娘方才没有拿紧，玉镯这才碎了。叶姑娘，皇上御赐的宝贝，你给弄碎了，这可是重罪。娘娘，靖元王求见。平日里嫌少来，今日叶姑娘在这儿，她倒急冲冲的来了，请进来吧。是。贵妃娘娘，靖元王来的正是时候。这叶姑娘打碎了皇上御赐的玉镯子，你说我该如何是好？我派人去寻来个一模一样的。此话当真？当真。甚好。那风清，你且说叶姑娘该如何惩罚呢？既是御赐宝物，便在殿外罚跪一个时辰吧。罚跪一个时辰？方才我便瞧着叶小姐今日怎的少了些活泼，原来是因着阿青你啊。瞧这双眸子水当当的，我怎么舍得罚呢？叶飞婉蹙眉，一旁的风清眼神都飘了过来。镯子碎便碎了，叶小姐可是我入宫的功臣，我岂会恩将仇报？多谢贵妃娘娘。叶姑娘也站累了，坐吧。谢娘娘。弯腰便要坐下，却不想身后木凳不知怎的后移了几分，她的身体不受控的朝后倒去，直直撞向了青花瓷。一旁一袭白影迅速将青花瓷抢在手中。叶飞婉的额头重重磕在花架上，伸手一蹭，才发现流了几滴血。叶姑娘，你无碍吧？谢娘娘关心，民女无事。我瞧叶姑娘的额头不像没事啊。娘娘心细了，我当真有些不适。既是这般，叶姑娘便快些回去养着，落了疤可就不好了。多谢娘娘。阿青，我可是卑鄙的紧。非也。我在宫里和旁人耍手段滴水不漏，可在你跟前总想露出几分拙笨，我嫉妒他。阿青，阿青。娘娘，此处是后宫，我待久了总归不合礼数，便先行离去了。最毒男人心，死男人，难怪前世无后，活该。如今倒是话多了。怎么，不用陪你的老情人？轻轻摸着自己的额头，风清注意到他的动作，眉心微蹙，眼底冰冷淡了几分。哼，我终于明白你为何执迷于那高位了。风清紧攥着他的手腕。你可知你在说什么？不用隐瞒于我，风清，你会成功的。你不肯退亲，也是因为我们这门亲事，徐嫣给圣上吹了耳旁风的缘故吧？亏我还以为王爷有那么几分在意我，这才不肯退亲呢。在意你，娶你，已是我做出的最大让步，不要再奢求其他。甚好，有人上赶着娶，我岂会不嫁？叶姑娘能有这番觉悟，自是极好。下月初6之前，还希望叶姑娘不要再耍花招，老老实实的出现在喜宴上。是不是我做什么，在你眼里都是耍花招玩手段？可是，即便我要耍花招玩手段，你不照样要娶我？那我为妃吗？太子有丞相撑腰，三皇子有太师，而你不过是个被提前断了前路的晋元王，你也需要我，不是吗？风清，我就喜欢你厌我、怒我又发作不得的样子。哼，刚要离开他的耳畔，却似有看到什么。更何况，即便你厌我，你的身子却还是很诚实的，不是吗？叶飞婉，开个玩笑而已。飞婉呐，听说昨日贵妃娘娘选你入宫了。是。她可曾为难你？爹，您说的哪里话？她贵为皇妃，为难我做甚？我倒也听说风清去将你接了出来，想来也无事。他接我？是啊，一点事儿也没有呢。爹还听人说啊，贵妃娘娘入宫前和风清有过些风言风语，如今看来，倒是我多虑了。爹，您对风清很是满意？我倒是找了个有状元之才的人培养着，
奈何有人不满意啊。南大哥，将我当做小妹吗？凤青，非池中鱼。什么？凤青此人，绝非贤王那般简单。就凭着如今太子和三皇子争得不可开交，各路人马纷纷站队，独独风清不占任何一方，却能独善其身，便能发现此人绝不简单。爹果真将一切都看在眼中，这是您满意他的理由？自然不是。叶家虽是首富，可总归是商贾之家，才高震主，终有不测啊。是啊，叶家连皇家婚约都能半逼半求来，今后不论谁掌权，叶家都是眼中钉吧。所以前世风清才会亲手将叶家变成历史。风清其人虽深不可测，却也不是轻易始乱终弃之人。你嫁与他，便是他明媒正娶的正妻。他为着名声也好，其他也罢，定能护你安生。爹，瞧我怎么对你说了这般多话。哎呀，本就是不放心你昨日没去前厅用10钱来瞧瞧你，你没事啊，我也就放心了。就是啊，爹，今日您怎么这般严肃？那你先歇着，爹今日还有事呢。芍药，这是什么药啊？涂上倒是立时不怎么痛了。小姐，您昨日不让我告诉府中人，这药可是外边人送来的呢。小姐还不承认，这送药之人可关心小姐呢。改日见了南大哥，定要多谢一番。谢南公子作甚，这药是王府那边送来的呀。小姐，你没事吧？最终一把抓过瓷瓶，起身便朝门外走去。小姐，王爷，您果然猜对了，他来了。是，叶姑娘正在门口求见。让她进来吧。是。将手中药瓶重重放在案几上。不知哪阵风将叶姑娘吹来了。风清，这里没别人，你也没必要绕圈子了。什么绕圈子？药，风清，你对我无意，送药作甚？叶姑娘，今日是6月21日，所以呢？距离你我2人成亲还有15日，我可不想被人瞧见叶姑娘额角的疤，以为我晋元王府欺负你呢。那时我会带着喜帕，没人能瞧见我额角的疤吧？哦，那隔日入宫面圣，3日后回门之日见你父兄呢？叶姑娘，我说过对你无意，便绝不会食言。倒是叶姑娘几次3番问我，似乎是很期待我对你有意啊。胡说，风清，不论你相信与否，如今我对你不会也不敢再生出任何心思。不会不敢，原来还有叶姑娘不敢之事。我今日不想和你逞口舌之快，我知道这无可更改，可是你不喜我，我对你也绝了心思，就算是圣上指婚，也没说不能和离不是。你是说你我成亲后便和离？你当圣旨是什么？自然不是成亲后立即和离。风清，爹说你非池中鱼，他日若你有了足够的能力，你我便和离，如何？你可知你在说什么？我很清楚，你我成亲之后便桥路各在一方，互无干系。我知你厌我，我更不会逼你与我同房。这话从赐婚那日便给我下药之人的口中说出，实为讽刺。我说过，那一夜只当露水情缘罢了，你也无需担忧。宫中也好，叶府也好，我会陪你一同打马虎，我也会尽好王妃的职责，直到和离，如何？好久，他抬头，你想要什么？他日若你乘风而起，保我父兄余年安然，如何？10里红妆跟在喜轿后，喜悦不绝于耳。有2名少年手提竹篮，朝着四处撒着名贵花瓣。四周传来一阵尖叫之声，百姓争相逃走，仓皇之中更有人跌倒在地，哀嚎不断。保护王爷！下瞬，数10名黑衣人从天而降，手持长剑，直直朝着穿喜服之人而来。他知道，若是风清出手，能轻易解决这些人。可是，他如今是不学无术的贤王，他卧薪尝胆7年，不会轻易毁于一旦。属下来迟，请王爷恕罪。突然，一个黑衣人
开就有人闯了进来，再反应过来，叶飞婉颈前已被横了一柄长剑。亲，你看这是何人？想要这个女人活命，便放下武器。叶姑娘，好久不见。王爷的仇家真多。是啊，那叶姑娘觉得我该不该让我的人放下武器呢？听见没有？放下武器，不放下武器，便休怪我动手了。叶飞婉甚至感觉到脖颈有温热缓缓滴下来。请便。哼，看来你们想红事变白事了。一旁一颗石子飞出，正正打在黑衣人的手腕，顷刻间已将叶飞婉从黑衣人手中捞出。可没等他站稳，他却猛然睁大双眼。一旁一个黑衣人手中长剑直直刺向风清心口处，小心！终究叶飞婉侧身挡在风清的身前，长剑刺入肩头。高峰，抱歉，把你的衣服弄脏了。既然知道弄脏了我的衣裳，就再还我一件。不知为何，望着他以往满是生机的双眸，此刻死气沉沉。他心思竟无尽的恼怒。王爷，这些人已经服了毒檀花，顷刻之间要人性命，没有活口。省了那些繁文缛节，迎王妃入府，受了箭伤。王爷，让下官先给叶姑娘瞧瞧吧。叶姑娘，他们还未拜堂成亲，只是叶姑娘而已，可莫名刺耳。王爷，已经包扎好伤口了，养些日子便无大碍。赏。王爷，救你，是因为我如今嫁与你，你死了对我没有好处。叶姑娘能这么想最好了。父亲，没有下次了。王爷，街上尸首已经处置完毕，血迹也已清洗，只是前堂尚有宾朋，皆是朝堂大政，在候着王爷。王爷，什么？今日这堂还拜吗？为何不拜？今日是我大喜的日子，为何不拜？可叶姑娘的身体……叫喜伯进来，替王妃梳洗打扮。是。他竟然听见叶姑娘三个字，心底越发不悦。不拜堂，也许今后她仍旧被称作叶姑娘。蓦然一声喜悦声传来，新郎新娘入场。这不是说新娘生到了，我怎么瞧着没事啊？不知道啊。谁知道眼前这人是不是那个叶家大小姐呀100天地，也总是200高潮。缓缓鞠躬，想要行礼，可肩头一痛，眼前一暗，他整个人弯下腰，再没抬起，便朝前倒去。几乎在他倒下去的瞬间，腰间多了一只大手，轻描淡写，并将他身子拢到一旁，而后一弯腰，已将他横抱在身前。送入洞房。若非亲眼见到叶姑娘遇刺，我还以为刚刚喜堂上叶姑娘又在玩心计呢。王爷怎么就这么肯定我心下不是玩弄心计呢？此刻他正双眸紧闭，昏睡过去。风清手臂莫名一僵，抬脚朝后院内寝走去，比方才快了许多，步伐平天荒。小姐，你醒了。小姐，奴婢在王府等您好久，哪儿想到竟等到您受了这般严重的伤。哪有那么严重？我这不还好好的吗？怎么只有你一人？王爷还在前厅应酬宾朋呢。虽然王爷待小姐很贴心，可是王爷害小姐受了伤，奴婢还是觉得小姐在叶府好。王爷，退下。是，小姐，奴婢就在外头伺候着。慢着，今后静园王府没有小姐，只有王妃。是。烛火仍旧跳得活跃，两根红烛本是美好寓意，可如今他们一个面无表情站在床边，一个满脸病容躺在榻上。看来今夜倒省事了。看王爷这松了一口气的模样，让人觉得鱼水之欢对王爷而言十分吃力。只是与你的鱼水之欢让我深感不屑而已。王爷今夜不能走。哦，不是说成亲之后井水不犯河水，待有合适的机会便和离吗？和离是真的，只是今夜你不能走。你以为你我成亲没有其他人看着，等繁花烛夜你离开，且不说府内人如何编排，那些背后一直盯着你的人，可想他打量他几眼，
似是才认真看清楚这个女人一般，她比他想的要聪慧些。风清伸手想要解开腰封。王爷，宫里头来人了，说是贵妃娘娘请您进宫坐坐。贵妃娘娘，屈烟，左右往后二人都要合理。今后府内风言风语，不过就忍耐片刻罢了。王爷出去时不要忘记换了喜服。王爷还没走，王爷再可怜我。岂料他这般说，风清脸色更是难看。本王的事何须你来拿主意？手已触碰到门的风清微微停滞。王爷舍不得我。风清神色一沉，再未犹豫，打开门，大步流星离开。叶飞婉在睡梦之中听见一阵嘈杂声，惹得他梦里都不安生。王爷，王妃身子不好，还在歇着。他存心隔开二人的距离。风清嫌少喜怒都形于色，可如今竟有些控制不住怒火了。叶飞婉，你这是何意？王爷在宫内可还玩得开心？风清被他的话一堵，眼底一虚。不过是贵妃娘娘其意不精，邀我入宫指点则个罢了。你笑什么？碰繁花烛夜，邀你入宫商讨奇迹。王爷，我在你心中究竟有多蠢？还是说你觉得我一定会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叶飞婉，爷，我始终没忘，你我二人之间不过是场交易罢了。这大喜日子，面子我维持住，可里子我维持不住了。所以你命人将喜字全撤了，将我的衣裳搬到前庭。难道王爷想和我共居一室，还是想同我圆房，夜夜良宵？怎么，你可是喜欢上我了？放肆！风清双眸一凛，却又察觉到自己反应过激，冷哼一声，扭过头去。哼，本王岂会同你这般？那便是了。今后你我二人还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好。你以为你这是万全之策？且不说皇宫那边，单是你父亲那边，若是知晓你这般，怕是都认为我这靖远王府欺负你了。放心，对外我称我如今身上有伤，不宜圆房。至于王爷你，以往玩世不恭的紧，如今有了家室，想要心思沉稳下来，今后多读些诗书，以担起肩头担子，养家报国。可如今这好事竟扰得他心神难宁。既然是你说的，那么今后你便不要后悔。风清，以后若无其他要事，你也不要往后院来了。如你所愿。小姐，小姐，前院高总管说有人拜访王府。什么？因为他受伤，便是进宫请安的日子都推迟了。王爷出门了，所以高峰才来请示小姐吧。启禀王妃，门外有人要见您。见我？南大哥。王妃。叶飞婉看了眼高峰，高峰自然明了，迟疑片刻，转身退守在门外。芍药见状，也机灵的守在外室。南大哥怎么会有空来此处？你受伤的事，叶家都知道，老爷和叶兄都十分担忧。可碍于你尚未回门，若贸然见你，怕有损天子威严，所以才让我前来探望你一番。我的伤只是皮肉伤而已。见到你没事，我们也便放心了。听闻叶姑娘是为保护王爷而伤的，算是吧。总是这般在意的。他说话声音极低。什么？我说叶兄前日和王爷起了争执。怎会这般？大哥怎么会和风清起争执？风清再不济也是个王爷，皇族贵重。叶兄在醉仙楼碰见王爷饮酒，觉得他未曾照顾好你。往后叶家的命运不过是风清一句话的事罢了。大哥怎会这般莽撞？想来叶兄也是关心你，若是我碰见，也会心有不忿。后一句话终究未曾说出口，便已经被人打断。小姐，您该喝药了。进来吧。南大哥方才想说什么？没什么。接过芍药手中的药丸，大夫开来调理身子的。只是一旁南漠望着他熟忍的动作，眉心轻蹙。婉婉，王爷对你可好？这个时候提风清作甚？好些时候他都要忘记自己已成亲的事实。无碍吧？南漠惊道，顺手拿出绢帕擦了一下他脸上流出的药汁，行云流水的动作却让叶飞婉一僵。南漠似也惊到，动作都迟钝几分。南大哥，你的绢帕弄脏了。南漠轻怔，匆忙收回手。无事，方才
是我唐突了。那我改日便再还南大哥一个便是。南木笑了笑，没有回应，心底却是知晓他不会刺绣。你还没回答我方才的问题，王爷对你可是不好，这是叶老爷要我问你。他撒谎了，来探望叶飞丸的确是因着叶长林所托，可这话终究存了几分私心。他启唇刚要回应，却在此刻门外一阵沉稳的脚步声传来。南公子这番话亲自问我，岂不是更好些？方才南公子问了飞婉何事，我对飞婉是否好？是。哼，这坊间传闻不可信啊。飞婉，你说呢？王爷说的是，坊间哪知府中事？王爷待我极佳，日日名贵补药吃着，鹿茸人参喝着，岂会不好？南公子可听见了？以往飞婉未曾嫁娶，南公子以兄长身份同她往来密切，也实属应当。只是今后飞婉毕竟已嫁本王为妻，是晋元王妃。南公子，你看……话止于此，意犹未尽。是我逾矩了，飞婉伤口未好，还请王爷今后好生。她是本王的王妃。风清打断他，一字一顿，身子倨傲。南墨终止了话，转头对叶飞婉勉强一笑。王妃既然伤势已好转，我与叶家众人也便放心了。待他日再来探望你。王爷今日多有叨扰，告辞。叶飞婉凝望着南墨的背影，若是他重生回来的早些，也许……人已走远，王妃还看得这般恋恋不舍。眼前男人轻哼之声传来，语气全无方才的温柔。王爷定然没少看戏，今日竟演得这般好。拔剑自立，我看你又能逞能多久？能逞到你我二人合离。唯一的看客走了，王爷也无需在我这儿了吧？这么盼着合离，还是王妃心中有别的心思？风清，这般激动做甚？不必将话说得这般难听。风清，你心中有人，从一开始并未尊重你我这桩亲事之人，不是我。说完轻咳一声，却牵扯到肩头伤口。风清睨了一眼他的肩头，本欲不再言语，转瞬却望见桌上一个绢帕。看来本王方才错过不少好戏啊。我受伤，孤身一人在这王府大院内，平日里孤寂得很。南大哥来探望我而已。叶飞婉静静将那绢帕收起，放在袖口。我弄脏了南大哥的绢帕，待几日要再还给他的。本王难道没有让大夫替你疗伤，还要还他？你会女工？很抱歉，王爷，我今日乏了，便先去歇着了。几日不见王妃，王妃气色倒是好了不少。什么阴阳怪气的语调，直听得人心中不悦。奴婢参见王爷。出去。风清脸色一沉，啪的一声，从袖口掏出一纸书信，扔到他面前的书桌上。这是何物？宫里来的。宫里的书信，若和他无关，风清定然不会前来。那么，拿过书信打开，里面是一纸黄色密诏。你府上有人在监视你，你怀疑我？他从来不会关心皇族添丁加嗣之事，尤其对我。况且你不说，难保叶首富什么都不说。所以你觉得我将此事透露给父亲，由父亲去皇上面前参了你一本吗？王爷，你真觉得我爹知道你我没缘分后，先找皇上对你施压，而不是来府上找你？我若是真想快些有孕，成亲前为何要服下避子药？今夜我会回房歇着。你干嘛？照料王妃的伤势。察觉到他的嫌弃，风清心底不悦。你且放心，本王也不愿日夜面对你。往后每隔3日，我会回房一次，只是歇息而已。这也许是最好的法子。拿过针线，再不看他，只是歇息。他竟真的会女工？小姐，天亮了，要洗漱了。风清几乎立刻睁开双眼，微微眯眸，望了一眼睡姿不甚雅观的女人，皱眉起身。奴婢不知王爷在此，请王爷恕罪。出去。他穿衣戴冠就要离开，余光却望见匡时一怔，可他发现他会女工，却是因为他给旁的男人绣东西。他长袖一挥，走出门去。小姐，你怎的好像不高兴啊？没有。小姐，小姐。叶飞婉猛地回神，望了眼面前的药汁，心中有了计量。芍药，你去给我拿盘蜜饯吧。小姐之前喝药时，仰头便一饮而尽了，从不用蜜饯。
问起小姐也说习以为常了，如今竟然要蜜饯。怎的？这药这般苦，我今日突然耐受不得了，不行啊？啊，行，当然行，还是小姐心里甜，这才真的要吃苦了吧？也许今后他心里头还可以甜，但这甜绝对不是风清能带给他的。扭头，他伸手顺势将药汁倒到窗外，趁可有人进来我房中。奴婢曾伺候小姐洗漱，还有外廷伺候的几个丫鬟给小姐送来外肠，可他们均都在门口将衣裳交予我便离开了，未曾到内寝呀。小姐，会不会是王爷拿走的？今晨王爷离开的早，绝无可能。那我让后院的人都来找找。不用了，我今晨见窗开着，许是凉风吹到哪个角落了，越找越找不到，哪日不找了，不定他就出来了。那小姐的绢帕，我再绣一条就是了。妃的身子恢复得很好，约莫5、6日，伤口加会掉落。届时虽行动仍有些痛，但也约莫与常人无异了。得知自己伤势将好，他心中却很不高兴。太好了，小姐，往后你无需再整日憋在房中，也该多陪陪王爷，多在前院那些下人们跟前露露面，省得他们不当你是女主人。望见桌上铜镜前一柄珠钗，那珠钗尖端极刺。是啊，太好了，拿过珠钗，深吸一口气，手上蓦然用力，珠钗刺透了颊，一阵刺痛。小姐，你怎么了？小姐，你这是怎么？你的伤口怎么又流血了？小姐，我去请大夫过来。王妃这伤口，方才抬手拿首饰时，不小心牵扯到了伤口，突然便一阵剧痛。王妃伤势还未痊愈，还是要好生静养的好。请大夫本就不是叶飞婉本意，看芍药送走大夫后，他才说起正事。芍药，我这伤口还有些痛，和发热内液极像，今夜你便在外榻歇着吧，我担心再有不适。好，小姐，今夜王爷不是要来留宿？我这副身子如何留他？那王爷那边，你去同他说一声，不要说我伤口复发不便迎他，便说我身子不适，王爷素来关心我，请他来探我一探吧。您刚刚不是说不便留王爷吗？照我交代你的说便是，果不其然。小姐，王爷说他尚有要事要忙，今夜便不前来探望了。叶飞婉早就料到此结果，未曾讶异。参见王妃，王爷听闻王妃身子不适，甚是关切，特令属下去库房中拿了人参、鹿茸这般大补之物送与王妃。替我多谢王爷了。叶飞婉勉强笑了笑，脸色微有苍白。高峰素来识人犀利，见状也知他不好受，又拱手施礼后转身离去。王爷进来，如何？方才我看王妃脸色苍白，像是身子极为不适的模样，也许芍药姑娘说的是对的。你是说她当真伤势复发？是。风清手一紧，他微怔。高峰跟在风清身边10几年，自然明白他此刻的意思。王爷可是要去后院？不去。王爷明知道今晚要陪小姐，还入宫去了。芍药看自家小姐没有上进心的模样，满眼无奈。小姐，如今你已成亲，便是这王府的女主人，怎可怎样？玩物丧志啊！且不说我女主人之位，那男主人承不承认？你也看见了，如今可是风清不在府上，我百无聊赖才这般的。你若是闲着无事，便坐下，我去歇着。芍药瞧着他，最终一跺脚，转身走到外面。哼，小姐身子有不适，记得叫我。话说这书生和狐狸的故事，虽说俗了些，可总归让人能看入迷。小姐，王爷来了。是亥时，风清怎能回来这般快？顺手拔下发簪，一咬牙，朝着伤口处重重扎了一下。叶飞婉匆忙将发簪藏在袖口中。小姐，您没事吧？脸色怎么会突然这般难看？风清转瞬，飞快打量了一下女人，双眼微眯。今夜伤势有些痛，也得亏王爷关心，来探望于我。可否邀请大夫？你先下去吧，本王照顾着王妃便是了。王爷终于肯关心小姐。拿出来吧。什么？方才王妃藏了什么，便拿出什么。叶飞婉袖口一僵，抓着发簪的手紧了紧。
却还是装傻到底。我不懂王爷究竟在说什么，我在这屋内又能藏什么？风清反问，身形却顷刻如鬼魅一般出现在叶飞婉身侧。这是何？只是一个发簪而已。不对，他眯了眯眼，仔细打量那发簪尖端还残留着一点点血迹。王妃不光对旁人狠，逼人成亲破人姻缘，对自己也这般狠吗？对自己也这般狠？王爷，从皇上赐婚时起，你不早就知道我是何种人了吗？做什么此刻还问我？左右他在他心中总是卑鄙的。叶飞婉，我以为我这般做是顺应了王爷的心思，王爷心底深处定是也不愿与我同他而居的吧。喉结微动，风轻垂眸，同样不再看他。王爷，你心中有人，我知道，因我二人都不愿同他，我伤口复发，合了我二人的心思，你也没有发怒的缘由，不是吗？理智清醒告诉他，叶飞婉说的是对的，可是心却更加沉闷。王妃何事这般贴心？你究竟有何目的？心底终是忍不住一番郁结，明明他不想这般说，你就当我爱王爷入骨，便想多体贴王爷几分吧。怎么？王妃这般想的，最好也这般做下去。自然，叶飞婉等了很久，若是以往的风清，此刻怕是早就忍不得和他共处一室，转身离开了。这伤真痛。风清猛地回神，望着女人仍旧上药的动作，良久。那药性冲，进援王府，不缺好药。若是旁人知晓，怕是觉得王府亏待了王妃呢。如此，那便多谢王爷了。风清轻哼一声，转身便朝门口走去，背影终在门口处停留片刻。同房之事再做商议，王妃不用日日伤身，免得宫里头那人和叶长林以为你伤势多严重呢。毕竟本王亦不稀罕与你同榻。砰的一声，房门关闭。生气了吧？叶飞婉素来不喜欢内皇宫，所以当风清差人知会他入宫面圣时，他只兴致缺缺地应了一声：敬元王，敬元王妃到。老皇帝丰荣和皇后坐在主位上，两旁坐了3名贵妃。心腹叶氏，叶氏一族13代嫡女。儿臣叩谢圣恩，请父皇喝茶。臣父叩谢圣恩，请父皇喝茶。左右不是第一次面圣了，他倒也不怯。丰荣本就不喜欢风清，走了过场，便挥挥手，算是作罢。待行至屈烟跟前，心中冷笑：贵妃娘娘喝茶。风清奉茶，一言未发。屈烟颔首，可的手紧攥茶杯，没有带着护甲的食指，指甲都泛着清白。甚好，皇上，陈贵妃身子不适，今日未曾前来。她有何身子不适，要你来传话？这屈烟脸色一白，宫里的人精岂会不知皇上这番话的意思？皇上最讨厌后宫结党营私。陈贵妃大抵是兔死狗烹之痛吧？叶飞婉大惊，风清鲜少惹事，而今孽障，只怕这一杯砸下来，晋元王府都要跟着遭受盛怒余波。叶飞婉心底轻叹，挡住风清半个身子。皇上息怒，王爷素来闲散惯了，今日见到龙颜，难免心中紧张，这才心直口快了些。识相就好。又一次，他挡在了他身前，莫名的心中一股异样。屈烟紧盯着风清的神色，脸色微白，起身离去。终于在他第4次望向自己时，王爷究竟想说什么？不是说之前护我只是因着我娶你，那这一次呢？各异的讽意掩饰着心底的点点暗喜。今后这种事，还请王爷不要再莽撞了。何事？今日在养心殿，王爷为何要说那番话？叶飞婉嘲讽一笑，往后王爷再想维护旁人，挑个我不在场的时候吧，我没有几条命能几次3番护你。风清微怔，护他于他而言很是新奇。本王从未说过要你护，目光却不自觉落在他额角的伤痕之上。狗咬吕洞宾，就算是我自作多。声音戛然而止，只因风清竟伸手，似乎想要抚摸他额角的伤疤，目光比方才也多了一丝他不敢置信的柔和。叶飞婉心底大骇，身子不自觉地后退，避开了他的触碰。良久，终是风清徐徐收回手，
脸色铁青。不过是因我而伤，于情于理探一探罢了。多谢王爷了，这个伤比那日在贵妃娘娘宫中轻多了。躯体一僵，神情越发难看。王爷，你并非我的良人，薄唇紧抿，周身莫名寒了几分。我也并非你的意中人，你不必对我惺惺作态的好。你不好受，我也是。他累了，有些话在府上不便说，毕竟隔墙有耳。王爷，你有报复野心，这些我均都知晓明了。我甚至知道你有多少王牌。叶飞婉分明瞧见风清眼底的谨慎，他无奈一笑，即便我知道，你也无需防范于我，我并不是耽误你之人。风清眉心紧蹙，听着他这番话，竟觉得心口闷痛。我说过你会成功，所以风清，待你攻城之日，无人敢违逆你时，我们便和离吧。这是二人成亲后的第32天，叶飞婉首次提及和离一事。和离又是和离。风清脸色铁青，以往他嚣张跋扈时，他以静制动，不变应万变，可如今他也静了，他竟开始怒了。这么想和离，既然成亲只为和离的话，便代表着王妃之前种种行为不过是闲来无事的玩闹罢了。种种行为，成亲前逼婚也好，下药也好，甚至大张旗鼓的追求，对我周围女子的驱赶，这些丰功伟绩，你想让我如何回答？以往的追寻是真，如今的放弃亦是。风清双眸微闪，他死死盯紧他。照实说便是了。不是玩闹，只是风清眯眸，方才松的一口气竟又提起几分。风清，其实你对我逼婚一事很是介怀吧？风清果真静默下来，他最讨厌被胁迫，所以了，这也是你我和离的理由啊。是吗？很好。回到后院，芍药早就等在那儿了，便瞧见了叶飞婉额角上的伤，当下低呼一声：“小姐，你的额头又怎么了？”伸手摸了摸额角的包，总不能说被皇上砸的。若是这般，怕是芍药要吓死。最终只随口道了一句：“哦，被门框磕了一下。”那皇宫的门可真硬。芍药嘀咕一声，扭头刚要吩咐人去拿膏药，未曾想门口高峰已经走了进来。王妃，这是王爷要属下送来的。高峰神色还有些不自在，叶飞婉朝那药瓶望了一眼，他倒没想到风清竟还会关心人。芍药眼神晶亮，今日那二人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关系才会突飞猛进的。匆忙上前将药瓶给接了过来。多谢高护卫了。高峰抹了抹额头的汗，王爷还吩咐交代了一句话，要他一定说。王爷还说后日王妃便要……余下的话终究有些不自在道出口。他说后日我二人要回叶家省亲，要我不要多想，给我膏药不过是快些好，免得被父亲认为他在欺负我。高峰面色一闪，连连点头。那劳烦高护卫回个话，只回4个字：欲盖弥彰。高护卫神色复杂，匆匆回了前院。王爷竟还在正厅，神色有些不自在。见他进来，未曾言语。启禀王爷，王妃已经收下药膏了。风清轻应一声，仍旧没有离开的打算。王爷难道是在等回应？良久，他默默垂首。王妃要我给王爷回个话。声音迟疑，风清仍旧静默。可高峰明白，没有回绝便是答应，这分明是要他继续说下去的意思。王妃说，高峰头更低了。欲盖弥彰。风清将手中的茶杯用力放在桌上，神色一阵恼怒。不远处，叶羡瑜本轻蹙的眉舒展些许，他知风清最讨厌被人触碰，却不喜触碰旁人。如今二人定不似传言般貌合神离。王爷这戏做得比那戏园子里的小生都要好。王妃不也是笑得当真是情真意切，不知道的还当王妃仍旧对本王一往情深呢。叶飞婉笑容一滞，不着痕迹的在男人的虎口处掐一下，而后走向叶羡瑜。大哥，好久不见，还是这么风度翩翩。他抬头望了眼女人的背影，莫名心中舒畅了，人也随之上前。叶兄。风景那双眼却让任何人都瞧不清楚，而方才他走上前来，站在小妹身边时，眼底却是浮现几抹喜色的。王爷，王妃。叶飞婉猛然反应过来，匆忙伸手，不用多礼。
他可没忘，玄素前世可是自家嫂子。多谢王妃。行了，不要站在门口了，先入府吧。说着，顺手便要扶着玄素的背，却没等他伸手，玄素已经后退一步，恭谨跟在几人身后。叶羡羽脸色陡然难看下来，却又发作不得。大哥以往虽说并未与姑娘家有过肌肤之亲，可风流债却是不少。往后不知和风清和离后还能否回到这里。想什么？你我和离后，话未说完，便已察觉到不对劲。前方叶羡羽仍旧在独自生闷气，身后玄素亦步亦趋，恭敬跟着。叶飞婉扭头，正瞧见风清面无表情望着他，目光一动不动，心中莫名忐忑了几分。你干嘛？风清未曾言语，抬脚直接走上前去，将他忽视的彻底。大哥，爹呢？今日是我伤好后初次回府，爹难不成不在家？谁让你1个多月未曾有过消息？爹可生你气了。叶飞婉一怔，手不自觉摸了摸肩头。一旁风眉心微蹙，莫名便懂了他的意思。方才的恼怒还没消下去，便忍不住朝叶羡羽望了一眼。爹在后院假山旁的凉亭品茶呢。叶飞婉眼睛一亮，叶羡羽无奈望着他的背影，扭头看向风清。这丫头如今成亲了，竟还这般鲁莽。无碍。只心中微凝，在王府他鲜少这般直爽，可如今方才知，原来只是那王府让他拘谨罢了。他从未真正将王府当作家。风清心底惊骇，怎会生出这种荒谬想法？飞婉很在意你，王爷。风清眯了眯眸，不解其意。他从小手上割破点皮，掉一滴血都要痛呼半天，成亲那日竟肯替你挡剑，还请王爷莫要辜负了他。这一次风清未曾言语，只目光徐徐望向后院处，不要辜负他。可他方才还心心念念着和离一事呢。爹！叶飞婉扬声叫着，倒是吓了那凉亭二人一跳。那二人同时扭头。爹，女儿来看您来了。飞出去的小丫头终于知道回来啦。爹，这可是我的家呀。你还知道这里是你家呀？平日里怎么教你的？遇着危险躲得远远的，有你爹呢。现在可好，碰见拿剑的，你竟上赶着被刺。你爹，女儿那也是一时情急嘛。叶飞婉无奈笑了笑，看来京城都传自己爱极了风清也是真的了，以后不会了。还有以后？得亏着你南大哥在这儿，不然我定像以前似的打你掌心。叶飞婉瘪瘪嘴，从叶长林怀里出来。南大哥。叶飞婉眯眼笑了笑，南墨同样笑开，眼底带几丝宠溺。气色倒是比我上次见你好了不止一点半点。叶飞婉挑眉，语气添了几分得意。我身子骨壮着呢，再者道，我可是风清的大恩人，那王府也无人敢虐待我呀。南墨笑意凝了凝。行了，咱们先去前厅吧，不然旁人还说你这个恩人家虐待那王爷呢。说完，已经率先起身。叶飞婉吐了吐舌头，难得添了几分俏皮，抬脚便要跟上。身后南墨的声音却低低传来：额头怎么回事？便是风清，他也未曾看出，而今竟被南墨一眼便瞧了出来。无碍，他非草木，自然能察觉到南墨是真的在关切他的。可是涂了伤药？涂啦，不过有些红肿，再涂上几日便无事了。恢复后便将脂粉去了，免得再闷出毛病来。叶飞婉扭头，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南墨。南墨被他瞧得心头一阵不安。怎么？没事，只觉得今日南大哥怎的突然唠叨了些。果真是成了亲的姑娘了。以往听我言语从未嫌弃过，而今有了夫君便嫌弃南大哥了。这番话自是应着他的打趣，却又夹杂着几分自嘲。南大哥可是冤枉我啦，未曾成亲时也没少嫌弃南大哥呀。听着外面一阵欢声笑语，风清缓缓朝门口望去，他未曾想到南墨今日竟也在府上，而且
他竟能让叶飞婉笑的姿态全无。终于舍得回来了。小婿拜见岳父大人，飞婉之伤皆是我之过，小婿今日特来负荆请罪了。快快起来吧，如今飞婉没事，我也就放下心来了。王爷，岳父大人叫我风清便可。啊，女婿啊，这是府上门生南漠，为人有才学的景。南漠，这是当朝靖元王，也是飞婉的夫君。南漠见过王爷。风清颔首，未发一言。叶飞婉皱了皱眉，察觉到女人的反应，风清脸色更加深沉。早先小生倒是与王爷有过几次面见之缘，不知王爷可还记得？本王素来记性差，不曾记得。叶飞婉眉心皱得更紧。前几次南大哥找过我，想必夫君成日忙碌，便忙忘了吧？是啊，还是飞婉懂事，我确实是忙忘了。什么毛病？叶飞婉朝他望了一眼，眼中皆是责备。飞婉可是不舒服？叶飞婉怔了怔，奈何风清的手像长在他肩上一般，如何都挣脱不开。一旁叶长林望着这小两口的小动作，满意的点点头。哎，好了，如今这都晌午了，旁听还备了丰盛午食呢。南漠，你也留下，一起用过午食再离去吧。对，南漠，你也留下。你家那小鬼头如今入了学堂，你自己也是吃，不如留下来。南漠望了一眼叶飞婉，叶飞婉同样点头。那晚被变，恭敬不如从命了。几人转身便朝旁听走，叶飞婉抬脚便要跟着，肩头却被人紧攥一下。王爷，您没毛病吧？你分明见过南大哥多次，方才为何要撒谎？我平日繁忙，确实忙忘了他，不行。王爷这番话说的真不亏心，还忙忘了。这般激动作甚？叶飞婉朝他望去，他却看也未看他。话落，他已经松开他。叶飞婉，我便是果真给南漠难堪，你这般激动作甚？这么维护他？风清的气来得莫名其妙。你这丫头啊，以往我问你可曾偷偷饮酒，你都说未曾，还满眼天真问我这酒是何种味道，原是我被你骗了。哎，今日爹高兴，便陪你饮上几杯。叶飞婉不好意思地笑笑，身上散发着淡淡酒香，脸颊都带了几分酡红。女儿也是一时有了兴致，见到爹爹高兴，这才多饮了几杯。平日里酒量可小着呢，你说对吧，相公？他扭头习惯性地拽了拽风清的衣袖，风清被他拽得一僵，好像二人已老夫老妻一般。说完那番话，做完那些动作，叶飞婉也怔住了。见叶飞婉这般自然地拽过风清衣袖，心情更加愉悦了。爹，想要解释，却又不知该如何说。今儿个怕是合伙来骗酒喝了。岳父大人，飞婉哪能和岳父大人拼酒？不胜酒力倒是真的，这酒我便带他了。好。就是这般，就是这般。他明明不曾爱他，可不经意间的动作却该死的让人心动。南漠，怎么了？无碍，只是方才呛了一口罢了。那帕子，风清眯了眯眼睛，笑意顿消，眼神变得幽深漆黑。南漠只觉得自己身上一凉，抬头望去，王爷可是有事？他自小便读书，自有几分书生傲骨，可如今他既这般直直望着他，他便也反问一句罢了。无事，只是突然想起在靖元王府的确见过南公子。王爷能记起小生，是小生的荣幸。风清颔首，再未言语。南漠自也转了目光，未曾交谈，而南漠的却是叶飞婉送与他的，可以正大光明的拿出。朝他望去，却只见他薄唇紧抿，似在和谁置气一般。今生这二人的间隙，竟生得这般早，这般放不下他。王爷多虑了。爹，我方才许是喝得快了些，有些头晕，先出去透透气啊。南大哥已经吃完了吗？同你一般，有些不胜酒力，便提前退了出来。之前要芍药还你的帕子，可是收到了？便在此处。婉婉的女工大有长进，婉婉，她待你
可好？问完，南墨方才一愣，继而心中苦笑一声，气会不好。若是不好，方才他怎会那般依赖的抓着那人的衣角，唤他相公？瞧我，多问了。没等叶飞晚回应，南墨已自问自答：今日还要回去看书，以应对今年的秋闱。婉婉，我便不再多陪了。南大哥其实没什么想说的，只是看着他的眼神，不知为何总想到前世跌宕起伏的一生，本不该他一介书生承受的，可他却均数经历。婉婉，婉婉，南大哥，往后不论是为了谁，都不值得你用前途做赌，顺遂过这一生吧。望着眼前的女子，他分明只说了那一句话，却好似说了千言万语。瞧我胡说的呢，南大哥不是还要读书？是啊，那我便先回去了。我也要快些去找爹爹了。南墨目送他的身影消失在长廊外，同样转身朝着另一处走着，顿住了脚步。王爷，南公子无需多礼，只是不知南公子可有时间？王爷若是有事，不妨直说。本王知南公子同内子自小一同长大，关系自是密切的紧。只是如今，本王既已与飞婉成亲，南公子虽说心无杂念，可毕竟是男子。话已至此，恰到好处的停顿下来。南墨神色微变，所以他定然是在意飞婉的吧？王爷提点的事，确实在下逾矩了。南公子深明大义。还有，南公子已走到莲池小路尽头的风清止住了脚步，声音不轻不重，却刚好南墨听得清楚。南墨未曾言语，往后婉婉这类昵称归名，还请南公子能不叫便不叫了，因为每每听见都让人心情烦躁。这话风清是永不会说出口的。婉婉，一个太过亲密，旁人叫却又分外刺耳的称呼。方才去了哪儿？他不喜欢他方才的眼神，好多次了。明明在望着他，却又像透过他在望着旁人。去了长亭吹风罢了。哦，是吗？倒是王爷今天怎的乱走动？风清神色一僵，方才宴席之上瞥见南墨离开后，思绪却是乱了几分，便是敬酒都急躁了。风清猛然回神，垂眸。如今你我既还未曾和离，便当与男子隔开距离，免得辱了王府的名声。王妃还在歇着，姑娘请回吧。芍药，外面芍药的声音戛然而止。小姐，你醒了。外面是谁呀？不提还好，一提芍药脸色一阵愤愤。小姐，那外面的事是那前院的南梅姑娘，她说要来给小姐您请安。南梅请安？那姑娘自以为自己是谁？不过就是王爷带回来的女人罢，名分没有，地位亦无，她凭什么来给小姐请安？小姐可是叶家千金，王爷明媒正娶的王妃。南梅不过是个舞女罢了，没有身份，亦无资格来请安。说是请安，倒不如说挑衅来的实在些。芍药，我要洗漱一番。被人欺辱到头上，他岂会轻易忍耐了去？南梅给王妃姐姐请安。王妃姐姐，家父只有一子一女，未曾听说过我还有个妹妹啊。芍药，我记性不好，你可记得叶家还有个叶小姐？叶大小姐可不是王妃您吗？是啊，所以南姑娘说的我哪个妹妹，一番话道得很是和煦。南梅脸色一白，朱唇轻咬，民女叩见王妃。南姑娘有事，王爷真的只是一个贤王罢了，他没有野心。昨日王爷从叶府归来，他对他说，你可比后院那个好看多了。一番不经意的话却让他心花怒放。并无大事，只是我一直未曾向王妃请安，今日王爷仍在歇着，我便想着来王妃处道个安好。请安，怕是试探吧？如今你也看见了，我一切安好，南姑娘便先退下吧。是。南梅低低应了一声，从地上起身，便朝门外走去。南姑娘，你可了解王爷？他问的直白，倒像是示威的正妻，不过也只是表象。
他更想知道这南梅究竟探到了些什么。王爷金贵从容，清幽若兰，他淡明薄利。你今日不该来的。叶飞婉打断了他，心底冷笑，这些均不是风轻。下去吧。小姐，那南梅分明是没将您瞧在眼中，她恃宠而骄。恃宠而骄？小姐笑什么？小姐，你怎么也不生气呀？生气啊，所以便让他好好待上一个白天，和王爷好生道个别吧。心底轻叹一声，以他两世的心态，还要去充作一个跋扈的小姑娘，委实难了些。芍药，走吧。王妃，这还是初次王妃到书房来。嘘，王妃，王爷正在看书，此刻恐有不便。在看书还是在陪家人？你便在一旁等着吧，有什么事都算在我头上。芍药陪着高护卫一块儿等。叶飞婉，你可否离我远些？我无需你嬷嬷，更不惜你离我太近。见过王妃。王爷，今日南梅去了你那儿？是啊。听闻你为难了她。对啊。为何？臣妾看她不顺眼。王爷，今日臣妾前来是来请求王爷一件事的，还请王爷将此人赶出王府。王爷，为何？我看她不顺眼啊，不过一介舞女罢了，竟称我为姐姐，她怎的不瞧瞧自个儿的身份，便妄图攀上高枝？一番话当真是嚣张跋扈。风清眯了眯眼，未发一言。还有，我怎么能忍受我的相公身边有别的女人？我要的是极致的唯一，是一生一世一双人。王爷，你我如今还未曾隔离呢。最后三字只以口型告知，脸色陡然阴沉下来。听他之意，他口中的一生一世一双人，分明说的不是和他，而是另有其人。王妃，替夫分忧本是女子本分，王妃这番话实属犯了欺出之罪。谁是南姑娘的夫？南姑娘又替谁分忧？一番话说的南梅哑口无声。况且我是大晋首富长女，南姑娘你又算什么？南梅脸色惨白，再无言语。便是风清都紧皱眉心，盯着她，以身份压人，她总是这么擅长。王爷，我实在不想背上杜父的名声。所以南姑娘，王妃一定要赶出去了？必须。没有回旋的理由？没有。怎么样，王爷，是王爷动手，还是我亲自动手？不过话说回来，我亲自动手的话，真怕惊扰了爹爹。爹爹若是知道我在王府受的委屈……南姑娘，王爷无需多说，南梅都懂。南梅让王爷为难了。若有机会，只说4字，便停顿开来，意犹未尽。叶姑娘身份尊崇，南梅自知是比不过的。王爷有这份心，南梅已然满足了，也毫无怨言了。一番话说的是万般动人，叶飞婉心中一阵阵冷。高峰，护送南姑娘出府，务必将她安排妥帖。高护卫，还在等什么？还不快将她给赶出去！高峰，务必照顾好南姑娘，若有差池……左手微抬，食指徐徐划出一道直线。高峰双眼难掩亚色。南姑娘，这边请。若有差池，便将其杀之的意思。赶走了本王身边的女人，王妃可是满意了？这话我同样送给王爷，王爷满意吗？王爷早就知道南梅的身份了。哦，南梅是何身份？三皇子的细作。原来她是细作，那王妃岂不是害死人了？什么害死人？不是。知道昨日南梅见到我时如何形容王爷的吗？若是南梅发现了端倪，那么她必不能留。天幽若兰，淡明薄利，她竟然用这8个字来形容一个野心勃勃之人。王爷的戏做得真好啊！王妃似乎知道很多。我早就说过，我知道的比你想的要多一些。我更说过，如今我嫁于你为妻后，我们便是一条船上的人，王爷便这般信不过我。话说的似真似假，风轻垂眸，他究竟有多少念？南梅并非三皇子的细作。什么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看来有太多人不信风清与世无争。老皇帝时时监视，三皇子明里作对，太子竟也派出了细作来，你究竟露出了多少马脚？若是露出马脚，南梅会这般轻易离开？不过就是
封家骨子里的疑神疑鬼罢了。叶飞婉轻怔，这是第一次风清在自己面前展露出这般真切的情绪，鲜艳而又乖戾。那你呢？什么？你可曾信任过任何人？风清目光一滞，他紧盯着他好久。信过，下场惨烈。在他胡乱应了一声哦，见他还要言语，便匆忙道了一声无法了，之后落荒而逃。从未有人问过他这句话，也从未有人愿意问出这句话。可当他问出时，他竟回应了。有一瞬，他甚至想，她是他的妻。那马车怎么回事？周围有人低声询着，远远站在路边。可是马匹受惊了？受什么惊？还不是……有人声音低了下去。没看见那马车张扬吗？大抵是福仙公子又出来了吧？这次怎能闹得动静这般大？谁知道啊？发生何事？却没等芍药回应，他已经察觉到异样，扭头望去。小姐！叶飞婉紧皱眉心，眼见那马匹已经跑到自己跟前，伸手直接将芍药推到一旁。马匹长嘶一声，他眼睁睁望着那马蹄便要朝自己践踏下来。就在此刻，那本松松垮垮的缰绳蓦然紧绷。小姐，眼圈微红，他明明就是个奴婢，哪里值得小姐舍命护他？哭什么？我这不没事吗？便是你这无言女，在此处惊了我的马儿，饶了我与美人的大好时光。眼前这人看来才真是除了一张脸一无是处。哎呀，福贤公子今日怕是心情不佳呀。这人便是福贤，如意阁的公子。如意阁乃是寻欢作乐之处，而福贤便是如意阁的头牌。只是他鲜少出面，传闻皇亲国戚来了，怕是都要看他的心情。是你在集市驾着马车纵死，找了众人平静，如今又对我出言相辱，还要倒打一耙。你说我对你出言相辱，难道本公子方才说的不是实话？你福贤姑娘，你听完这话感受如何？哼，叫谁姑娘？你无言女姑娘。福贤刚要回应，却蓦然想到什么，扭头，四周都是看热闹的人，指了指自己的马车。你上去。你下来。公子，我下来了，你想说什么？不得不说，他生得很是精致，像是老天一刀一刀精雕细刻一般。察觉到他的争冲，福贤眼底升起几丝讽意。想必姑娘定是丑时出生的吧？为何？问完便后悔了，他不该问；问完便后悔了，他不该问。公子，美人在候我片刻。无言女，你想要引起公子我的注意，倒是成功了。引起你的注意？叶飞婉从未见过这般厚颜无耻之人。芍药。叶飞婉扭头朝他望去，却正看见芍药正满眼惊艳地盯着福贤看。如今我倒是怀疑，今儿个无言女你撞上来，怕都是蓄谋已久的，怎么便这般迷恋我？婉早已不知该回应些什么，只瞧见他弯腰拿起地上的一把葱。福贤公子方才说，我今日出现是蓄谋已久的，想要引起公子您的注意。直觉告诉他，怕是有所不测。叶飞婉伸手直接将手中绿油油的一把葱朝他扔了过去。周遭一片死寂。叶飞婉得意挑眉，这个教训就是告诉你，你算哪根葱？说着，从钱袋子里掏出一张银票，递到福贤跟前。这些够买你身上这件衣裳了。福贤没接，仍旧玩味地盯着他。那你莫不是还要讹诈不成？直接将100两银票塞到福贤衣口处。100两，倒是出手大方。这笔账迟早要算回来的。你做了什么？叶飞婉不解，打开书信，竟是诧异，居然毁容了。爹，这是何意？这个时候，他竟还装作一副无辜模样，问这是何意？叶飞婉，不要告诉我你不知他毁容一事。将书信拿给我时，我才知道贵妃娘娘毁了容。话说回来，贵妃娘娘既已毁容，便当快些去传太医才是。王爷来找我做事，你怀疑是我？你觉得是我？宫里头来人说，今日只有你入宫见过他。凤卿眉心微蹙，望着女人有些苍白的脸庞，莫名心中一紧。况且今日午后，你还曾为他施脂粉，不是吗？所以呢，凤卿，我见了曲烟，
我也为他施了脂粉，你别觉得是我是吗？入宫是贵妃亲自下的密诏，要我进宫小聚，施脂粉也是他拿出藩邦进贡的脂粉，要我上妆。而今他毁容，的确像是我所害的呢。风清的眉心皱得更紧了。既然你已认定是我所害，是不是要将我抓起来，还是将我供给圣上发落？叶飞婉，风清的声音蓦然增大，叶飞婉睫毛颤了颤，很快冷静下来。现在呢，贵妃娘娘的脸怎么样了？御医可是过去了。他从未告诉任何人。什么？没告诉任何人，只告诉了王爷。如今竟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此事若真的声张，别说你，便是晋元王府、叶家，怕是都要受牵连。挺好的，风清，他只信你，你也是个可信之人。贵妃娘娘的面貌便交给你了，多好。你这是何意？这一下他们二人又有机会多多见面了。至于他，风清不信，虚言不说，他更不可能四处宣扬。这笔账自己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王爷想兴师问罪，也该改日不是？现下不该快些寻医问药，给贵妃娘娘治脸吗？我知道了，王爷是觉得那毁容的药是我下的，我便应该知道解药，是不是？风清抿唇，没有承认，却也没有否认。果真是这般。风清，若是我说我从未给贵妃下药，你信还是不信？我知道了。王爷还想说什么？他一直没离开，叶飞婉也再无心思休息。还是说王爷想让我入宫去负荆请罪？这一次风清终于有所反应，他看他一眼，转身飞快走出内寝。小耀，陪我去一趟青山寺吧。怪的是那住持望着他良久，道一声有缘呐，有缘。住持只摆摆手，要小和尚将解药拿了出来。此解药是用冰蟾除炼制而成，并非盐窟的解药，不过它能解百毒，盐窟便在其中。且此物最擅长以毒攻毒，要解毒，须得先让毒挥发出来。是，前世风清便是在此处求到这味药，他自然明了这解药的功效。你便拿去吧。多谢住持。住持颔首，再没言语。叶飞婉拿着解药便要同芍药离开，却未曾想刚走到门外，一缕芳魂无觅处，而今心事在许愿。住持这是何意？徒生感叹罢了。王妃，若有缘，我们终会再相见。姐，你没事吧？没事，只是依旧有些头痛罢了。如今解药是求来了，只是该如何将它给风清呢？若直接给风清，无疑更加大了是我害屈烟毁容的怀疑。看来只能偷偷换了。夜，皇宫之中，屈烟静静坐在铜镜前，眉眼之下，脸颊上的红疹越发的大了。本是可恶，他却微微一笑。娘娘，王爷今儿送来的药膏，拿进来吧。屈烟打量着眼前的瓷瓶，这已经不知多少了。只是这盐窟的解药，他宫里便有，眼下却还不想用而已。娘娘，您怎么了？声音焦急，可里面却再无声音，只有瓶罐被菌树砸碎的声音。娘娘，都不许进来！铜镜被他用力拂落在地上，一侧帷幔轻飘飘地散开。此刻再一览无余，那张脸近似流着血水一般。快去传太医，快去传太医呀！小姐身子不好，仍在歇着。刀锋在外面守着。是。你将本王送进宫的药换了。王爷所说何药？夏荷猛地被人抬起，风清一手捏着他。本王送给嫣儿的药。我以为王爷是来感谢我的。感谢？这么说，的确是你换了本王今日送进宫的药。你果真心存歹念。以往你跋扈，无人收拾得了你。如今你真的以为你可以继续这般？你这是何意？刚才你不是说本王该感谢？风清终于松开了他，却闲燕般拿过一旁的方巾，
擦拭了一下。我该感谢你彻底毁了嫣儿的容貌吗？什么？不可能！而今御医都已惊动，还有什么不可能？本王送进宫的药，即便再无效，也绝不会对他有丝毫损伤。为何今夜你换了药，他的脸便彻底毁了？如果我说我从未心存害他的心思，不过是想洗清我的罪名，他的脸终会好转呢？如今说这些，不觉得太晚了？叶飞婉，贵妃毁容一事已惊动圣上，皇宫侍卫怕是早已在来的路上。你以为他们会听你的狡辩？所以王爷是在担心贵妃娘娘的脸，还是担心我给王爷惹是生非了？知道答案，兼而有之，可是与你无关，却与我无关，所有我的事也与王爷无关。即便一会儿皇宫侍卫真的来了，将我带走又如何？王爷放心，我只说是我一人所为，与王爷无关便是了。风清脸色微凝，心思很不悦，他从未这般不悦过。当你嫁入王府时，你所代表的便是晋元王府的脸面了。是啊，王爷，我丢了您的人，丢了晋元王府的脸面，从来都是这般。王爷，宫里来人了。王爷，皇上请您入宫一趟。风清紧盯着他，眼底似有光芒忽隐忽现。本王这就前去。徒留叶飞婉站在原处，手指微颤，竟是护了我。王爷，请。他自己亦不知方才为何出声，此刻替叶飞婉入宫，无疑是危险的。可是莫名便站了出来。慢着，王妃，此乃圣意，您阻止不得。我并非阻止，我放心不下我夫君，想同他一同前去。夫君？感觉似乎并不似自己想象中那般反感。夫君？风清率先开口，语气中习惯般添了丝反讽。说完，心底却又懊恼。王爷见谅，不这么说，他们怎么相信你我伉俪情深？我愿陪你赴险入宫呢。还是王妃想的周到。你也不必反感，王爷，我知你不愿我那般唤你，只是我无需王爷相护，不亏不欠到河里，才是你我二人的正途，不是吗？所以拦了马车与本王一同入宫。是。连犹豫都未曾。不过几日未曾关照后宫，竟发生这种事，妾和朕的儿子还有了牵连。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参见父皇，启禀父皇，今日之事皆因儿臣。皆因我而起。风清猛地转头，似是震惊，亦有不可置信。父皇，前几日贵妃娘娘从您那儿得了不少赏赐，亦有胭脂水粉。贵妃娘娘心善，邀我入宫，怎料我与她施粉之后，贵妃娘娘当晚脸颊便生了不适。你给菊妃下了毒？我并不吃。前几日夫君邀我入宫，瞧了贵妃娘娘一眼，我见她脸上红疹，甚是眼熟，便去求了药送来。未曾想，请父皇再给我3日时间，若贵妃娘娘仍未好转，我愿一己承受一切责罚。若3日后菊妃仍未好转，朕绝不管你背后何人，定严惩不贷。多谢皇上。这几日便先将你暂收监在宫中，若是。朕听人说这几天你往宫里跑的勤，儿臣替父皇分忧。朕听闻这几日曲妃这儿的药膏都是你送来的。丰荣问得随和，风清凝眉，刚要应回父皇，夫君是因为我娘娘对我好，有什么好东西都想着我，更是时不时宣我入宫。我心中担忧娘娘，便寻了好些大夫替娘娘炼解药。可我毕竟一介女子，怎可成日抛头露面，便让夫君代劳。丰荣望了眼叶飞婉的头顶，又看了眼风清，眼底存疑未消。你倒是娶了个好媳妇。多谢父皇。来人，先将静元王妃收监。侍卫上前将叶飞婉从地上拉起，风清眸中一冷，那二人竟这般粗暴。下身内寝内女子啜泣声传来，风清余光微转，夫君。风清一怔，竟是连那啜泣声都听不真切了，还请夫君待我多关切着贵妃娘娘些。风清眼神骤然紧缩，看着女人的背影，心中更加的烦躁了。揉了揉眉心，第一次有些沉不住气。他不喜欢她，他怎会喜欢她？没错，只是因着面子罢了。可为何心中竟这般烦躁？王爷，进来。高峰闪身而入，身穿一袭夜行衣，将手中的一个油纸包放在书案之上。这是王妃那日换下来的药膏，咱们在宫里的人拿出来的一点。打开油纸包，他微微皱眉，眼底有丝诧异。王爷，冰蟾蜍可解百毒。王妃怎么会有？怕是他真的想去求解药，怕是驱烟毁容一事真的有蹊跷。王爷，
王妃还在宫中，您打算？不过3日而已，3日后等冰蟾术发挥功效，她必然会被放出来。王爷口上说的随意，毫不在意，可是今日却拿着毛笔一字未书。是叶飞婉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些熬不住了，一人静静蜷缩在角落里。叶飞婉抱着膝盖想了很多，终于熬不下去了，要陷入一片黑暗的时候，宫间大门猛地被人一脚踹开。小友端着药，舀起一勺，吹温了，凑近他嘴边。少药，想喝药了。来，小姐，喝药您的身子才会好起来啊。1年多了，再不会好了。1年多了，是何意？小姐，芍药还欲相劝。够了，你先出去。风清端着药丸，还有些烫，他却毫无察觉，凑到女人唇边，女人却始终紧闭双唇。他微顿，他喝了一口，直接压在女人的唇上。他猛地睁眼，而后突然反应了过来，一把唇上的男人推开。醒了。叶飞婉未发一言，只是伸手蹭着自己的唇角。风清看着他的动作，心中越发恼火。本王的床都已爬上过，如今还要装吗？本王说的不对。再者道，不过是喂药罢了。本王怕你死在王府里，不行。叶飞婉却似听见笑话一般，他怕吗？风清蹙眉，他不喜欢他这般带着嘲讽的目光。不谢王爷了。风清的眉心皱得更紧。昏迷中那么惧怕喝药的他，清醒后竟喝得这般坦然，就像2个人一般。王爷把芍药叫进来吧。王爷。风清立在门口处一动未动，亦未转身。那时宫中侍卫要抓的是害贵妃毁容的罪魁祸首入宫，你为何要替我前去？什么为何？您该不会是在意我了吧？风清背影一顿，这一次侧眸睨着他，目光中毫无波澜。你不是就好，不是就好，这样他才会将自己所有的一丝一毫的妄念全都掐死在摇篮里。诸位爱卿，今日便不议朝政之事，只想此间乐。朕先饮下此杯酒，愿与诸位共享盛举。随后满着再饮，到第3杯时，手腕被人压住。王爷对旁人总是添了几丝不耐烦呢。叶飞婉微顿，只觉这声音分外熟悉，单手一松，酒盅碰了一下桌面。虽然不愿承认，却不得不说，这个小官儿当真如妖孽一般，让人难以移开目光。王爷有事？王妃认识？大名鼎鼎的福贤公子，我怎么会不认识？福贤吟唱之际，有3次将目光望向叶飞婉，心中莫名不悦。王爷这么看着我，我不怕贵妃娘娘不高兴。皇帝终究是身子不好，喝了几杯酒，听了几首小曲之后便乏了。徐嫣走到皇后跟前，似是说了些什么。皇后点点头，对他挥挥手。方才还在与其他官员寒暄的风清，此刻也早已不见了踪影。上次你只身来找我要人，阿青，你到底是何意？徐嫣，是徐嫣。然而上次你过分了。叶飞婉死死攥着自己的手，她被生生饿了4天，她被困在暗无天日的宫间里4天4夜，而这一切对风清而言，原来只是过分这么简单。我亦不愿这般，可是阿青让我害怕了。你从未那般对过我，满眼愤怒，你是不是对他？绝不可能。带着几分急切，飞快否认，绝不可能。阿青，抱歉，我那日确实莽撞，让你在宫中暴露，我只会带给你危险。不像叶飞我，他背后有叶家，可抵半个国库，他可以给你太大的帮助。可是阿青，我只有你了，只有你了。风清，不要入宫可好？我只有你了。那时的叶家早已衰颓，爹死在了南下的路上，兄长远在江南。风清不管不顾，将他的手拨开，入了宫。他转身便要离开，未曾想身后竟出现啊，真麻烦呢。抓着叶飞婉的后领，便飞身朝不远处飞去。无言女，果然是你。你怎么在这？无言女，第一次救了你，本公子便没有听见你感谢。第2次救你，你竟还这般粗鲁无礼，果真是狼心狗肺。福贤姑娘，你英雄情节未免太重了。福贤一听姑娘2字，
双眼微眯。之前偶有人说她比娇子还要好看，均被灭口了。你似乎格外不珍惜你这条小命啊！上次扔了本公子一捆葱，这一次竟还这般。怎么本公子每一次看见你，你都这副晚娘脸？什么晚娘脸？一副要哭不出来的样子，就和出宫出不来的老头似的。要哭不出来，出宫？叶飞婉嘴角一抽，我怎样？与你何干？的确与我无关。胡贤摇摇头，后退半步，方才仔细打量着他身上的衣裳。哎呀，方才便瞧见你在男人身边，怎么你这种女人还有人肯要？话却戛然而止，竟果真有男人要。抓了抓他的衣袖，又扯了扯他头上的发簪。倒是名贵，你竟真嫁人了？与你何干？若是的话，本公子只是想嘲讽他一句，何必眼瞎到如此地步？叶飞婉恼怒，从来都是这般，所有人都觉得他不配风轻，可终究再难提起脾气，干脆闭口不言。怎么不说话了？说什么？你不识我？这人竟没听说过。公子不知你名讳，你又生得这般无言，为何要听你说？无言。叶飞婉忍下心中怒火，转身便要朝宫宴的方向走。我知道了，无言女，本公子怎么说？方才瞧着分外眼熟，你竟是晋元王妃？叶飞婉脚步一滞，所有人都知道，只有正主不承认而已。你认错人了？不可能。不过任谁看了晋元王的风采，都无法将他与你联系在一起。你没脸承认也是应该的。叶飞婉心口一滞，狠狠瞪向他，可终究一言未发。要我说呀，方才那凉亭中的女人和晋元王站在一块儿，倒是般配的紧，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呀！啊，我说，你这女人这副模样，不会要哭吧？福贤指着她的眉眼，大惊。说是的话，可真应了你无言女的称号了。你才要哭，你全家都要哭。抱歉，我无父无母。叶飞婉一怔，再者道。即便本公子真的要哭，也要比你好看1000-100倍。良久，他硬生生挤出一抹笑。贤公子，你被女人打过吗？福贤皱眉。话未说完，便只觉得胸腹一顿，女人攥拳，倒是一点都没有含糊。这只是小小的教训，倒是第一次被人这般打。晋元王妃一旁似有细微动静，上前抓着那并未走远的女人，抵到墙角。你做什么？不知多久，那里终于没了动静。叶飞婉推开福贤，便要走出去，那副表情活像嫌弃他似的。无言女，本公子第3次救了你，祸端因你而起，你还有感谢不成啊？戛然而止，他怔怔望着一旁走出来的身影，风清。他面无表情。你们在做什么？王爷怎么会在此处？风清的眉心却皱得更紧了，目光自一旁福贤身上一扫而过，声音紧绷。怎么，本王扰了王妃的好事不成？从来无好事，王爷扰什么？倒是王爷方才可是有什么好事？风清一滞，他记得今夜叶飞婉穿的什么，心中一急，便追了上去，却看见了什么？他和别的男人在角落中，那个男人还是他宫宴上一直盯着的福贤。王爷怎的不说话了？原来你是王妃呀！身后福贤亲媚的声音微微上扬，刻意至极。方才我当是哪家玉寻短见的小宫娥呢？眉目低脸的，似要哭出来似的，便前去安慰一番。未曾想碰见晋元王妃了。玉寻短见。望向他，却在看见他眼中嘲讽意味时一顿。在旁人面前，他像极了以往那个娇俏的叶家小姐，心中当时恼怒下来。本王的事与你何干？王爷说的对，他倒是变得彻底。看着他满不在乎的神情，心中是更加恼怒了。谨记自己的身份。甩袖离去，目光不经意望了一眼福贤，眼神幽深黑暗。贤王，真不知朝廷里那些酒囊饭袋如何传的，有这般眼神的贤王，有这种举手投足之间尽是气概的贤王。喂，无言女，那晋元王倒不像是传闻中丝毫不顾你死活的样子啊。尤其那最后一眼，他若是没有看错，那是明晃晃的威胁，不管我死活，只是还不到时候而已。你怎的独自饮酒？叶飞婉皱眉，听声音就知道是太子风鸣。皇兄，弟妹一人难免孤寂，皇兄特来陪你一番。我这皇帝也是，难得一次宫宴，不陪着弟妹，
怎的乱跑？夫君素来不喜欢这种场合，正在外面散心。我亦刚从外面折返回来。是吗？只怕弟妹也被蒙在鼓里呢吧。不过我倒是乐意叫醒弟妹。仰头，直接一饮而尽，转身离去。风宁那番话看似平常，但着实有深意。猛地抬头，叶飞婉双眼大睁，酒中有药。若是平日便算了，可今日他不能将王府甚至叶家都堵上。感觉眼前黑影一闪，一匕首已经横在自己的脖颈前。谁？我。缓缓抬头，身上几乎立刻倒下一抹身影，整个人靠在他肩头，呼吸粗重灼热。王爷，父亲，父亲！手臂上却感觉到一阵黏腻，手臂之上被他划了几道伤痕。他察觉到自己中了药了吗？他的药劲很快再次涌了上来。你谁？希望我是谁？去传人来，送我回府。回府做什么？他这一次直接将他用力一推，擦拭着冒出的血迹。风清再无言语，只望着他的动作，呼吸越发的浓重。伤得很深，你还能不能站起身？风清依旧没有应，弯腰扶着他的手臂，却在走出一步的瞬间，整个人便要再次倒下去。叶飞婉一急，匆忙抓住他的衣襟，一块绢帕落了下来。良久，开口问得咬牙切齿：“风清，你到底想做什么？”还我！门外似有一阵脚步声传来，他最终猛地垂手，如前世一般便吻了上去。你是谁？叶飞婉没有回应，重新吻着，熟悉的香气让人着迷。这一次再未回绝，比之更热烈的索取。贵妃娘娘不在宫中，也找不到靖远王的身影。果真如此，给我在这四处仔细的搜，找不到人提头来见。是，殿下，找不到人。屋外，侍卫向风宁报备着，绝无可能。今夜之事是他千算万算计算好了的。他，风宁却猛地扭头望去。不用找了，殿下，咱们也来瞧瞧这久未有人住过的屋子，今日怎么会有声响？只怕是有偷情的小鸳鸯在这里呢。包围这里！拿着火把的侍卫顷刻间将此处包围的水泄不通。我倒要看，声音却戛然而止。原来是皇兄啊！你怎么在此？皇兄怎会在此处？叶飞婉不着痕迹地挡住他的目光，心虚地笑了笑。风宁一滞，心中疑窦丛生。方才弟妹还在宫宴上，眼下便又出现在这里，未免太过巧合了吧？皇兄所说的方才已经过去了半个时辰了。再者的，今日皇宫内宴请群臣，处处热闹非凡，似乎只有此处僻静些。不禁今日不知为何缠人的紧，我们便夫妻情趣罢了。怎的，皇兄，你莫不是好奇不成？我倒要看看这后面可当真是我那皇帝，还是弟妹耍出来的障眼法。见他丝毫不紧张，风宁越发急躁，却在看清身后男人时微微一愣。皇兄如何？哼，狗男女！方才紧急时刻，他拿了石块砸晕了他。燕儿，对不起。将他当作驱烟了吗？把你们王爷接下来。高飞快上马车，匆忙探了脉象，只是轻伤，却……启禀王妃，王爷中的是半身倔强，此药药性极强。那王妃……高风耳根微红，此药毕竟是那种药，须得娘娘能解。我命去备一桶水，顺便去地窖中取一块冰来，你将他扶回内寝吧。小姐，你没事吧？你去时还好好的，现下怎能成这般模样了？今日宫宴上的膳食辛辣，我吃的多了些，嘴便辣红了。芍药毕竟没有经历过男女之事，听他这般说，也就点头应下了几分。小姐本就不能吃太多辣，往后要注意这才是。王妃还在休息。门外，芍药的声音传来，叶飞婉缓缓朝门口望去。昨个王妃吃了太多辛辣的东西，身子有所不适。辛辣的东西。叶飞婉头脑一胀，芍药，让他进来，王爷有事。风清被他这般一问，怔忡了几分，好一会儿才开口问道：昨晚……叶飞婉倒是鲜少见到他这般。昨晚发生了何事？风清皱眉，只依稀记得那个怀抱很暖，
从小到大，他未曾这般依靠过一个人的肩。我中了药，我知道，我将你送回来的。果真这般。昨晚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生。昨晚宫宴快结束时，已经很晚了，我便去找您，在屈妃娘娘宫殿外头看见您了。您身子不适，我便叫了几个工人将你送上马车，一同回了王府。是的，他在屈延宫殿外发现了龙。怎么，王爷，昨晚您去了何处？发生了何事？王爷，您还没说昨晚发生何事，或者您希望发生何事？希望发生何事？和傅贤认识，两面之缘。他并非你能招惹之人。还有，你如今仍是王妃。王爷放心，和离之前，我会谨记自己的身份。风轻一掷，目光不知为何从他的唇上一扫而过。哼，你知道便好。要变天了，这样也好。到时他掌权，但求他放叶家一条生路，他也会得一封和离书，自此与他桥归桥，路归路。小姐，小姐，你在想什么呢？没什么，就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哦。为他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小姐，您和王爷一直不同房吗？你胡说些什么？你没听说过，最近京城都在传，说这几日王爷常受皇上召见，不少人都说王爷要转运了，更有不少大臣在观望，甚至有人开始给王爷送来了那些千金的画像。我听说户部侍郎柳大人家的千金柳如烟对王爷很是上心。柳如烟，小姐，你再和王爷这么分房下去，怕是王爷再迎了别人进府。外面还有人说您入府半年始终不孕，老爷都听说了呢。差人还问我哪能说实话呀？可您说您都不和王爷同房，哪能有孕呢？爹都听说了，你觉得我杜绝了这一次，便没有下次了吗？什么？芍药，他是王爷，将来他也许是人上人，他的身份早就已注定了，不可能只有我一个王妃。未来他会有侧妃、妾室，我岂能个个杜绝？小姐，不过你说的也对已有10日未见到王爷了呢。你方才不是还说我应该和他多同房？现在就去找他呀，顺便也给他参谋参谋那些送来画像的女人。哼，真的？当然。听说这几日高护卫经常往我这后院来。话音刚落，便见芍药脸色微红。是，好生奇怪啊，这几日我这后院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啊，素来同前院无来往。高护卫到我这后院来做什么？他也许只是来看小姐你好不好，回去告诉我。原来不是为了芍药你呀。叶飞婉遗憾摇头，芍药终于听出他在开玩笑，一跺脚。哎呀，小姐，你为嫁他未娶的，这有什么？来日我替你看看，若是他靠得住，便给你们指婚了。是。听说这几日王爷收了不少美人画像啊。风清拿着毛笔的手微微一顿，许久方才抬眸。王妃不是一心想要和离？叶飞婉却颇有些惊奇的朝风清靠近一些，仔细望着。你看什么？看王爷今儿好生奇怪。若是以往，王爷怕是满眼讥讽的看着我说，口口声声摆脱与本王的关系，而今还不是口是心非，心生嫉妒。风清被他的话一堵，微抿唇不作声。我想要和离，与我想看美人画像并无关系。你想看的在那边。叶飞婉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果真看见了一摞画卷王爷可真受欢迎啊。叶飞婉静静端详着画上的美人儿，和屈烟有7分相像。柳如烟在做什么？叶飞婉猛地回神，此刻方才发现自己竟将画像一角死死攥着，画像都皱了许多。王爷没挑个喜欢的？风清眯着眼睛望着他，看不出喜怒。王爷这几日听说了吗？外面都在传王爷要转运，王妃不能有孕这类的风言风语。怎么，王妃前几日还说和离，如今便想有孕了？就是这种表情。方才我说的便是王爷如今这般讥讽望着我的表情。风清神色一僵，干脆扭头再不看他。你我2人交换个条件如何？什么条件？太子这几日不得圣宠，我不知道朝堂之上如今是何等风韵，只是父亲太子会逼宫，用不了多久了。
王妃究竟想说什么？父亲，你手上筹码应该不少吧？你少的是名正言顺。王妃知道的很多。我早就说过，我比你想象的知道的还多。过不了几日，老皇帝会生一场大病，太子做的手脚。我想你需要这个消息。风清的手指微微动了动。这几日宫里的探子的确有说皇上精神不济。你为何会知道这些？我告诉你，我梦见的，你会信吗？瞧瞧，我说了你又不信。风清，我说过，我与你如今在一条船上，我不会害你。你刚刚说交换条件，你想要交换什么条件？你是王爷，将来更有可能成为人上人，你的身份便注定了你不可能只有一个正妻。风清，我的条件是在你我和离之前，你不可迎娶第二个女人。虽然这话说出来颇让人误解，不过他不愿后院多一个成日里勾心斗角的女神。风子微微一愣，只是这样。你放心，用不了多久。我答应你。叶飞婉清正，突然想到前世柳如烟进门的时候，如果前世他也这般。你在看谁？啊？什么？我不喜欢王妃这种眼神。不喜欢？我也不喜欢。风清，风清被他的话一堵，微抿唇不作声。多谢王爷答应我今日的条件了。我便先行告退了。身后，风清的目光若有似无地追着他，叶婉拖着下巴，静静望着窗外的风清。今生他暴露的似乎比前世早了一些。望着坐在窗前的女神，竟然丝毫不像以往那个驾车在京城奔驰的跋扈女子了。可他却莫名有些想念起来。他可是准备好了？风清微顿。谁？风清。王爷听着他口中的王爷，心中莫名一阵不悦，却还是轻应了一声。这个芍药竟不知会自己一声。王爷来找我，有事？如你所说。什么？而后瞬间反应过来，扭头看了一眼四周，凑近到风清跟前。皇上病重了。第一，有没有查出什么端倪？叶飞婉并未察觉到二人之间距离太近，风清也未曾往后躲闪，查不出任何端倪。果然。你想不想，他此刻才察觉到自己与风清的距离竟这般近。你想不想治好皇上？虽不想，但他如今尚不能死。可否同我说一下，皇上是什么病症？面色青黑，气若游丝，周身酸软无力，只是普通的风寒症状，可却持续了足足8、9日，仍不见好转，反倒有加重的迹象。就是这般。你知道？你要不要救他啊？我在梦中还梦见了那解药。生在何处？救啊！叶飞婉诧异，没想到他竟救的这般不假思索。梦中的事我记不太清楚，只记得那解药生在临城断崖山上。断崖山，你知道？听说过。我今日入宫一趟，你我二人明日便启程去断崖山。什么？我也要去啊！断崖山那么大，王妃不去，届时找不到如何是好。你今日也收拾一下，过几日便要入冬了，天寒，多穿。他猛地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紧抿薄唇，多谢王爷关心。叶飞婉跟在他身后，心底不断回忆着前世的记忆。叶飞婉一时没注意脚下，眼看他就要栽下去。前方的风清闻言飞快转身，长臂一伸，叶飞婉人也不受控地倒向风清怀中。王妃走路这般不老实，若有下次，本王定不管你。叶飞婉轻正，微微后退半步，撤出了他的怀抱。风清蹙眉，转身继续朝山上走。喂，风清仍旧朝山上走着。叶飞婉想了想，你走错了，咱们应该走南边那条山路。叶飞婉望着他的背影，没忍住扁嘴笑了笑。风清的脚步逐渐慢了一些，最终站在小路尽头。怎么了？解药在此处。如果传言不虚，就是这里。你不信我？你可知前方有多危险？悬崖峭壁从不可怕，可怕的是被云雾裹挟下的未知。走吧。他这是信了我。他们已经站在悬崖峭壁之上，只是在悬崖下方半丈高处，有一处2尺见方的石头平台。解忧草？什么？就是那个？以往在医圣后世流传的拓图中看过，只说此物早已灭绝，未曾想。却没等他多想，风清猛地朝前走了半步。寒风虽大，却不足以扰了轻功。你且快些踩！话没说完，平台下竟有一颗石子坠落下去。
风清却重新飞回山崖之上。叶飞婉抓着峭壁的手微微一松，即便以后注定要和离，还是不忍他死。这处平台太过脆弱。忽然想起什么，前世三皇曾踩了2次，一次率手下前来无功而返，一次携了一名女子，他采回了解药，只是那名女子没有同他一起回来。你先后退。慢着，只盼着自己不会后悔才是。你做什么？那平台撑不住你的重量，你下去也是送死。我试一试。我可以下去。你说什么？我说我可以下去。你方才踩在那上面时，应该察觉到你的重量。它虽然撑不住，但能挺上一会儿。若我下去，应该能支撑更长时间，足够将解忧草踩下来。风清眉心紧蹙，他知道他说的是对的，只是你难道不想回京了吗？朝堂之上，剑指乾坤，这不是你一直期盼的吗？为何？如果我能成功，往后你若是得权，须得在你有生之年，叶家不得有事。叶家。风清凝眉，叶飞婉不止一次提到叶家，他似乎知道叶家未来的命运。王爷觉得如何？确定你要下去？没错。叶飞婉，本王方才在半山腰时便说了，你若再出事，我定不会管你。我听见了。方谦喉结微动，最终转头。好，你要下去便下去，如此纠结，倒显得本王舍不得你一般。还请王爷给我个方便。叶飞婉忍不住朝脚下望去，只看见一片云海，头脑一阵眩晕。不要往外看。头顶始终注视此处的风清，却忽然想到什么，猛地睁大眼睛。叶飞婉，不准站！却晚了，平台要散了。他呆了呆，随后将解忧草朝风清扔了上去。风清却看也没看，对他伸手。叶飞婉，将手给我。叶飞婉，本王命令你看着本王。王爷。叶飞婉。叶飞婉身子跟着往下坠了坠，脚下一松，继而一空，却在此刻手腕却猛地一紧，叶飞婉整个人下坠的身子止住了。他一怔：“风清，你做什么？”闭嘴！他自己都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才会跳下来。风清，你不是说有下次，你不再管我了吗？风清未曾回腰，他一手死死扣着峭壁的缝隙，若是他自己借力，便足够攀爬上去。还能不能用力？什么？还能不能用力？在峭壁抓住我的手臂，往上爬2步，搂住我的腰，不准看下面！我承受不住的，你只会被我抓下去，和我一起葬身山崖。风清，你能跳下来救我，我心中已然十分感激。我知道，若只是你一人，一定能有法子上去。如今不许说这些废话。风清望着他，心底陡然升起一丝惶恐。叶飞婉，你要做什么？风清，不要忘了你曾答应我的，在你有生之年，保叶家安生。话落，攥着手中银簪，重重刺向风清抓着自己的手背。迎接坠崖的瞬间，可是没有。他愣愣抬头，风清脸色发白，望着他。叶飞婉，若能上去，定不轻饶你。那里正流着血，应该很痛吧？可是为何他仍旧不放手，固执的仿佛抓着很重要的东西似的？风清手上却猛地用力，微微晃着，而后蓦然抬手，将他甩到自己的腰身处，抱住。风清，闭嘴！叶飞婉，再多说一次，我怕我忍不住将你扔下去。可说着扔他，手背上揽着他的那只手却越发大力了。有抓在崖顶的石头，便拼命往上爬。再有下次，我定不会管。许是想到自己上次的这番话已经食言，风清脸色阴沉下来。眼见他伸手便能够到崖顶的巨石了，二人的身躯却猛地往下一坠，他却已经飞快的用力将怀中女人往上推了一把。抓住！你怎么样？往上爬！当双膝跪在崖顶，他几乎立刻瘫软在地。把另一只手给我！他的身后云雾缭绕，此刻他正对着他伸出手，好似救赎下，用尽全力飞身而起。风清压在他身上，二人变质一般不知多久，风清终于彻底平静下来，想要坐起身子。你的手受伤了呢？你想要的。叶飞婉怔怔地望着他的背影，方才从悬崖上来开始，他只是探究地望着他，眼中似是不解，似是不敢置信。马车吧，呀！马车朝官道上疾驰而去，又大概半个时辰，二人终于回了客栈。看着他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背影，叶飞婉心中陡然升起一阵委屈。敢问这四处可有药铺？你自己上药，还是我给你上药？风清看了眼药，又看了眼他，
仍旧沉默。上药几乎便使用了近半个小时时间。等到上完，叶飞婉只觉得自己后背都生了一层冷汗。你先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稍晚些我让店小二送来晚食。话未说完，风清便已经转身朝里头床榻走去，好像不愿与他多待片刻一般。叶飞婉怔怔望着他的背影。风清，你到底是怎么了？长久的静默，风清始终未曾回应他，反倒是叶飞婉心中陡然觉得自己分外没趣。看风清如今的态度，一切也许只是自己多想了而已。抱歉，王爷，我方才过激了。他方才问他怎么了，其实他自己也不知自己究竟是怎么了。当初你愿不愿意放下一切，只带我走？他没有应，也没有阻止他入宫。可是他在做什么？竟为了这样一个曾逼迫他的女人，连命都差点舍了。心中大惊，便是连他都不愿理会了。他想不通自己心中是如何想的，只想避着他，似乎只有这一般，心中才会好受些。他尚不知如何面对他。你自己吃，还是我喂你？你救了我，是我的恩公，我伺候你也是应该的。我自己吃。恩公明明知道他说的是对的，可心中很是生气。明明是他不理睬他，怎么此刻被气到的人似乎是他？整顿晚食，二人一言不发。吩咐了店小二送来热水，一会儿沐浴完便在床榻上休息。的确应该休息的，他感觉方才的药汁开始发挥功效，可莫名睡不着。那个女人难道不知如今已入夜了，竟还在外面？话本子里叔叔先生都说，那些江湖侠士每到客栈便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可是真是啊？那些啊，那些都是骗人的。江湖侠士又不是草莽汉子，他们可都是能人，更有不少风度翩翩的家公子啊。竟是骗人的。说到家公子，不知姑娘可听说过暗阁？暗阁？没听说过。据传啊，那暗阁背后的主人能力通天，旗下有不少江湖高手，更有人说那暗阁主人便生了一副惊为天人的样貌，女子见了都要自卑上几分。比女子还美？他匆忙甩甩头，不过一欢阁伶人而已，哪里和暗阁搭得上关系？不过姑娘，您不感兴趣也是应该。你那夫君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公子了，芝兰玉树一家人啊。若是有朝一日风清成为人下人，便是那张脸怕是都足够他下半辈子吃香喝辣的了。想到风清讨好旁人的模样姑娘，姑娘，二位在聊什么？这般愉悦。公子。这位公子分明没什么表情，却只瞧得人一阵胆战心惊。没说什么，只是听些江湖轶事罢了。不去歇着吗？风清闻言身躯一滞，心中陡然恼火下来。他方才为救他而受了伤，他不在屋中陪着他便罢了，竟还与别的男人。现在什么时辰了？夫人不归，我岂能歇假？我扶夫君去歇着。风清神色更加阴沉，与旁人便聊得有说有笑，与自己便无言以对。方才说了什么？叶飞婉有些错愕，竟不解他意。你我二人身份特殊，在外当避免与生人接近。王爷放心，我只听那店小二说一些江湖上快意恩仇的事情，心生几分向往，便忘了时辰罢了。快意恩仇，一个女子听这些事做甚？也许将来有一日，我也会与人相伴，游历江湖，恣意一生呢。风清身躯微怔，他提及将来时，眼中的向往都要流露出来了。可是他却莫名觉得他的将来是将他排除在外的，心中不悦，手蓦然紧攥。你即便心中不悦，做什么折磨自己的身子啊？一旁叶飞婉几乎立刻起身，从桌上拿过药粉，解开他手上的白布。风清望着他的身影，心中的迟疑与方才的茫然似乎都淡了，唇角不觉微勾。明日回京。什么？明日回京。许是在外，他身上那股自意很是明显。回了京城，便又是以前的那个王妃了。马车摇摇晃晃，重新踏上归京之路。你今晨可有换药？今日醒来便准备要回京，哪有时间换药？那便是没换了，我给你换药。风清微微抿唇，并未多说什么，只徐徐抬手。好了，约摸着要今夜亥时才能到京城，午时和晚上不要忘记提醒我换药。风清注意着他的动作，竟第一次觉得受点伤也不算什么坏事。
可他很快察觉到自己的心思，神色一凛，再不言语。怎么？所有人都适合伤春悲秋。尤其方才他看着窗外拜景叹气的时候，整个人身上竟有一种死气沉沉的气场。王爷说的是，我这种人哪适合伤春悲秋这种大家闺秀的情绪。风清的眉心皱得更紧，神色似更加难看了。叶飞往不疑有他，迟疑片刻，缓缓伸手触着他的额头，难怪还是发烧了。风清，虽然一路上金怕换的勤，他没再继续烧下去，可他却始终抓着他的手腕，无法挣脱半分。眼见着王府已在前方，喂，醒醒，风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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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绝不！什么？叶飞婉凑近了一些，风清唇指微动，叶飞婉的身躯却猛然僵住。绝不！绝不什么？绝不放手！马夫长吁一声，恭迎王爷王妃回府。包护卫，你上来一下。什么？将王爷抬下去，他受了伤，怎么这般大张旗鼓的迎接？启禀王妃，这几日王府对外只道您与王爷回了叶府，叶老爷那边也帮忙打了掩护，便再没遮遮掩掩。爹，叶飞婉点头了然，先把你们王爷抬下去，让府里大夫去正厅候诊。是，还请王妃跟着去正厅走一遭吧。叶飞婉看着自己的手腕，他如今还有别的选择吗？王爷是受了伤，一直身子虚弱，以及受了风寒，一路奔波煎熬，这才高烧不退。王爷当不久便会醒来，下官开副方子，保王爷无碍。即便见过诸多伤口，在看见他手指上的伤时，大夫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下官这就去找最好的伤药来。话落，背着药匣一路匆忙朝外小跑而去。王妃，王爷一直抓着您，下官上药恐有不便，王妃您看。便放在这吧。风清，你抓得这般牢做甚？喂，醒醒！随后微微睁开了眼，只是眼神仍有几分迷离。飞婉，醒了。方才帮我做了一个梦。是什么梦？叶飞婉盯着手腕，醒了还不松开。我梦见你用簪子刺了我一下。没想到王爷睡梦中还这么记仇。您手背这个伤，比起您自己抓石缝抠出来的伤可轻多了。不是，你刺的并非本王的手背。什么？他只刺过他2次。本王梦见拿着簪子刺到本王，在梦境中都感觉到很痛，却不是簪伤痛，而是心痛。他抚胸口作甚？刺到你哪里了？本王梦见你刺到本王心口了。叶飞婉几乎用尽全力将手腕从风清手中挣脱，呆呆回视着他，而风清的手背血迹再次飞快染红了白布。这分明是前世发生的事，他为何会梦到？怎么？他很反常，他似乎在害怕。没事，你的伤口又出现了，我替你上药包扎。风清的眉心皱得更紧了，只等他包扎好后方才道：你自回府，我还未曾去过后院，便先回去了。风清死死盯着女人的背影，眼下他竟然就这样轻易地弃她于不顾，竟生出几分委屈。王爷，进来。